大家好，神隐起来的这个神奇小子王一博，热度似乎是神隐不了的。至少热烈的大导演大鹏绝对不想这个宝贝哥的王一博神隐起来的。但凡看过大鹏电影的人，应该都有一个和新闻我一模一样的怪怪的印象。也就是说，这个大鹏导演的个人的表现欲望真的是特别的强，而且不是一般的强。他很喜欢给自己很多的镜头，然而呢，真正的演技的方面呢，却都是书面上的，是表面上的，生动不起来的那一种。所以呢，热爱浅层表演耍宝的他，会不会把王一博往浅层里带呢？真的是要视乎您的祷告的力量。王炸姐姐赵丽颖倒是无需神隐的，因为流量就是话题的世界当中，赵丽颖的演技偏偏就是任君评点，我自风流的那一种。这不，赵丽颖自家的粉丝再次的受不了了，一遍又一遍的分裂了。也就是说，一边嚷嚷着要罢看，一边呢又忍不住要去追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何幸福自从嫁给了王庆来，就一直超值的家务，还要兼顾着赚钱，于是乎被大家伙一个劲儿的去夸贤惠又聪明，以至于何幸福怀孕了，还要挺着个大肚子给一家人做饭吃。赵丽颖这副傻傻的模样，真的是把真爱粉们个个都气得个半死。善良被人欺负也就算了，怀孕还要接着服侍各位有胳膊有腿的二少爷们。而且呢，何幸福还是一个不赖的撒气筒来的，只要做的稍有不如意，就会被自己的夫家劈头盖脸的埋怨，背后的念叨。之后呢，何幸福夫妇俩的种菜的事业凉凉了，便一起进城打工谋生路。王庆来呢，嘴笨又没本事，找来找去都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言，而何幸福呢，却白天做着保洁，晚上去板摊，一个人扛起了2份的工作去赚钱养这个家。这种受苦受累、受难受委屈的典型的人设，的确相当符合很多重男轻女的发达地区的现象。能者多劳的意思其实就是女强人一定要撑起一个家庭的里里外外，责无旁贷。而后续的剧情当中，王庆来还不断的出轨，跟公司里面的女领导那个眉来眼去的。因此呢，剧中的气人的情节数不胜数，简直让女观众的周身痛、尴尬癌都要标准化的全程爆发了。一方面，这体现了幸福导演家对人性刻画方面的生动与有趣细腻，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剧情对于观众们的体验而言十分的不友好。现在的电视连续剧，观众们不喜欢看那些隐忍委屈什么的，既然是大女主剧，那么何幸福就应该是展现出来不一样的魄力与胆识。因此呢，这个电视连续剧里面的赵丽颖愁眉苦脸、紧锁手削的模样，简直成了扛起生活的3座大山的标配来的。目前来看，何幸福的个性虽然是积极向上的，但是呢，仍有很强的时代与环境的局限性，不可能做到观众们所期待的那一种爽歪。因此呢，真爱的粉丝们、追剧的看客们，想要心平气和的去看完整部的《幸福到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好事也是坏事。现在的不少沉迷剧情当中的人都已经纷纷的表态说了，大家一致的表示说，剧情太气人了，搞得自己都不敢点开来看了。某位女性的观众的悲伤特别的好玩，她说，只是看到第2集而已，就已经和现任的老公大吵一架了。她表示说，再看下去的话，保不准就要和自己的老公闹离婚了。这份笑比哭好，哭比闹好的由衷而发的柴米油盐真实感，真的是要摘金夺银，
直接逆天算了。而且呢，更加闹心的是，幸福大玩家还真的不是某一个角色气人而已，而是大部分的角色都很糟心。从自己的丈夫到自己的公婆，到自己的小叔子和自己的小姑子，再到春之书的儿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每一个配角都是烧油的灯，让人直觉大女主一路走来身边都是大板败的存在感。在视角永恒359度的新闻我的眼中，这种真实感严重存在，真实扎心。它源自于生活，提炼于生活，也最终捅破了所有的友爱、和谐、安定、团结的等等等等的假象。因为所有的友爱、和谐、安定、团结，完完全全都是构建在和幸福的隐忍、大度、能力和痛苦之上的。如果和幸福本尊没有真功夫的话，不能够扛起这个家的话，明晃晃的他注定会跟铁链女一样，一辈子都逃不过无力反抗、哑忍求全的普通生孩子机器的大陆宿命的。纵观这几年的爆款剧，其实都离不开这个爽和痛的齐飞双核心的。比如《都挺好》当中的苏明玉的人生遭遇就很糟心，但是呢，他活得很爽，狠狠地打理了所有的那些曾经苛待过他的人。庆余年的本质呢，同样也是宿命男主作用了一群超强辅助，一路升级打怪的翻篇的故事来。还有今年的这部《梦华录》，3位女性居然依靠着自己的双手、努力和与智慧，在首都打拼，发家致富起来了。看得观众们怎么是一个爽字了得呢？就连经典范本《甄嬛传》当中最受欢迎的那些桥段，也还都是熹妃回宫之后大杀四方的那种爽感。所以呢，幸福大玩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痛够了，爽不够。当然了，目前的故事进程还未过半，何幸福能不能从憋屈的人生当中成功的出逃，过好自己的下半辈子的日子，活出自己的精彩出来，还得要等等看才行。总之，何幸福注定会凭借着自己的吃苦耐劳和善良不屈，成功的征服所有人的心。从清洁工成长逆袭成为了律师助理，不管是题材、剧情还是人设，都注定苦尽甘来，讨人欢喜，注定会赢得更多的共鸣和掌声，最终呢，实至名归。赵丽颖之前所演过的各种的角色，不是傻白甜，就是提早开挂人生的那些大女主。饰演这个农村的角色，很多人都担心她会演不来。结果呢，大家都看到了，事实证明，演技好，演什么就会像什么。农村出身的这个何幸福，不仅完完全全没有一点演的痕迹，也让真爱的粉丝们又爱又恨，又怕又要看，难堪的不要不要。这个赵丽颖一方面既出人意外的，另一方面又不出意外的，再次的自用自己神奇的演技杀征服了所有的人，取得了暑期档的开门红。因此呢，演技的代入感强烈与否，真的是要看人的。那么王一博的热烈，演技的带货感是否强烈呢？请问我只想说，一定很强，因为导演一直都这么想。众所周知，王一博的带货的能力都是杠杠的，一等一的。其实呢，他的带节奏的能力也是杠杠的，没谁的。请问我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种带节奏的能力实际上是一种被人利用的价值性很高的带节奏的能力。明晃晃的热烈的导演大鹏就是这么样的一枚人精来的。最新一张关于黄渤拍摄热烈的路透照片终于曝光了。
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波浪头的黄渤非常的时尚，而且特别的眼熟。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而且呢，更加导流、更加导视线的是黄渤身上的衣服，也同样的引起了网友们的好奇与关注。因为这件的 T 恤是王一博参加街舞录制时候的同款来的。而且呢，请注意，黄渤的这个卷的发型，其实也在王一博的舞台上出现过。这操作在视角永恒359度的新闻我的眼中，简直熟悉的要抠出王一博的脚底板了。因为早在热烈开拍的时候，这位特别喜欢带节奏的导演大鹏就已经有模有样的晒出了一张专门找话题的找不同照片出来了。当时呢，金色的头发搭配上绿色的发带，特别的辣眼睛。老实说，因为我感觉大鹏如果不是导演的话，他那张路人甲乙丙的俗称群演脸，演个严肃认真不用说话的老年保安是相当优秀的。然而呢，人家是大导演来的，所以呢，坚持做个演员，甚至于做个主角都是必须的。这波热烈的拍得如何，情况未明。但是呢，同一套路的发色、发型、老梗、同款等等超级古典的上古玩法，又成功的割了一波王一博的热度与流量出来。之前新闻我刚好提到了赵灵女儿国非战之罪的小的遗憾，其绕不过去的败笔其实就是导演的上古可循的僵化思想。如果新闻我没有走眼的话，似乎创意无多的大鹏导演依旧会老茶新喝，老酒新瓶，因为他似乎写东西想东西都已经开始自我催眠了。因此呢，鬼聪明的王一博想要切实的提高演技，拓宽戏路，似乎只能靠前辈黄渤的提点。这就像郑晓龙老导演注定不会老想着在自己的幸福导演家当中捞一个角色过一把戏瘾一模一样。